暗恋世俗普通的人啊，又怕被热闹的羁绊打扰。如果变成了鸟飞的狗告，就不用再犹豫间隙争分夺秒，随着洋流走，单向奔跑，在漩涡地带来回绕，海天交界一线露出头角，被看到。是版图被打散了的回忆，碰了壁再没有回应，是摇曳风中等待的约定，摸不出看不到踪迹。陈帅，要是这样打下去，兄弟们可能扛不过明天。援兵什么时候到啊？听说王上那儿有5000精兵，要是能和我们一起作战，5000人呐！哎，父王，3天之后我就是乔木的妻子，这种时候不相信他，还能相信谁？王城内不是还有5000精兵吗？为什么不派出去跟李由决一死战？难道你要我眼睁睁看着乔木送死吗？你懂什么？那5000精兵是我最后的家底儿，出去了万一有个闪失，那将万劫不复。万劫不复？若是陈麦叔跟乔木抵挡不住李由，战死城外，那才叫真的万劫不复。你放肆！我们还剩多少人？能打的8000不到。怎么，就剩这么点人了？我怎么看着不像啊？陈帅，兄弟们伤得多啊！
唇王齿寒，要是陈麦叔跟乔木他们，我们又能有什么好下场呢？父王，我真的不明白，到这种时候你还在犹豫什么，担心什么？我在担心陈麦反水。什么？陈麦反水。报告陈帅，援军离城30里，明天必到。再说一遍，援军离城30里，明天必到。这就好。我们扛过今晚，里应外合，一举拿下幽州。30里，应当不足30里，援军正在休整，明天准备从3个方向发起进攻。不可能！陈麦叔怎么会反水？他怎么会跟李由一样？早就有人让我提防陈麦，功高盖主，拥兵自重，早晚必反。早晚必反。父王，你既然早就知道他有这样的心思，为什么还要让我嫁给乔木？父亲，您在想什么？成败就在此一举了。叫起士兵，准备迎战。他们才休息了2个时辰不到。他们才休息2个时辰不到，那李由的兵不也一直没有休息吗？可是什么？你以为李由不知道咱们援军的位置吗？你觉得李由会等到天亮让我们里应外合吗？李由今晚必定孤注一掷，能不能活到天亮都不知道。陈帅，这几日李佑并未全力进攻，并未下死手。其实他是敬佩陈帅您。李佑想策反我们，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的伤兵。但是如果今日把他逼急了，全力攻打王城，就咱们剩的这点人，怕是泥牛入海，连个水花也激不起来啊！陈文，你祸乱军心，我砍了你！我没有，我陈文从来不怕死，这么多年，我跟着陈帅，有曾退过半步。那你也不也不胡说。陈帅，这么多年，我们随您出生入死，不是为了春秋大义、名留史册，我们就想过个安稳的日子。可是这么多年，我们为了欧阳家，出生入死，征战南北，一刻未停。曾经跟随着咱们那些弟兄，现在剩下的不足100人，有些还未成家就。陈帅，陈文，起来！陈帅，死要死得明明白白。欧阳普如若开门放我们进城，守住王宫，我们不至于有这么多的伤亡。就算他害怕让我们进城，他手上还有5000精兵，为何不派出来与我们一起作战？说白了，他就是想看着咱们和李由打得2败俱伤啊！陈帅，起来！陈帅，如若不是咱们手中有这些兵，谁会把咱们放在眼里？乔木，
父亲，今晚，无论你用任何方法进入皇宫，告诉大王，我们的援军就在20里外。记住，一定要让大王把宫里的5000精兵调到城外，与我们共同迎敌。成败在此一举。是，我这就去。乔木，父亲，你要记住，我们一家人与欧阳家的性命，全记在你一人身上了。明白。父王，你同意我嫁给乔木，难道就是因为怕陈败树？没错，正有此意。父王是一国之君，所思所想，女儿或许不理解。但是，就算父王曾经怀疑过陈麦树，如今若是没有他跟乔木在城外苦苦坚守，我们又怎能苟延残喘至今呢？你大胆！父王胆怯！陈帅，怎么还没有消息？到底通报了没有？已经通报了，陈帅，我们也着急啊，我们也想跟您并肩作战，可是大王，你告诉公主了吗？早都说了，公主正跟大王求情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？快开门，我要面见大王，快点！陈帅，我们不敢开门啊，我们宁愿战死沙场，也不愿待在这儿啊。可是军令难违啊，陈帅。父王，要是乔木今天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奶奶，你干什么？快把刀放下！父王，我和乔木两小无猜，指腹为婚。若是他今天战死城下，我又有什么脸苟活在世间呢？你先把刀放下！父王，开门，派兵！我让你把刀放下，听见没有？父王，除非开门派兵，否则我一定死在你面前。你，来来，乔木，大王同意派兵了吗？同意了。走，快去开城门。乔木，订婚的时候，你给了我这块金牌，而且你说只要有这块金牌，你就什么都听我的。是。一定要活着回来，答应我。我答应你。父亲，陈文、陈武，把乔木带走。是。父亲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能干什么？为你打天下。陈麦已反，杀陈麦者，赏万金，封太尉。杀！杀！陈文书。
来，我。到底要干什么？我父亲到底要干什么？骗我给你开了门。从来没做过，从来没有。陈乔木，诅咒生生世世，你会眼睁睁地看着你爱人在你面前一遍一遍地死去，百世不得解脱。
叔叔，爸，你这么凶干什么呀？他谁呀？他是，叔叔，我叫欧阳来。她是我哥的女朋友。哦，讲个笑话吧。什么？让你讲个笑话，不好笑走人。我忘告诉你了，每次我和我哥来看我爸的时候，都要给我爸先讲个笑话。为什么？这是开场白，我们的约定，不然我爸在这儿待着多无聊啊！你不早说，就随便讲一个嘛。你就随便讲一个，但记住不好玩，自己出去。这个电话。喂，没事。什么？啊，不用，谢谢你，再见啊。叔叔，你知道为什么哆啦 A 梦没有脖子吗？不好意思，还有个电话啊。喂，什么？买房？不需要，谢谢你啊，再见。我把电话关机啊，平时也没这么多电话。接着讲啊，好。那个，你知道为什么哆啦 A 梦没有脖子啊？因为他爱干净啊。那为什么爱干净就没有脖子呢？因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兰博基尼。你换一个，我爸他没有看过机器猫。哦，换一个，再给他一个机会吧。有了。有一天，大象出来上厕所没带纸，然后他看到一旁路过的小白兔，他就问小白兔：“你掉毛吗？”小白兔说：“我不掉毛啊。”于是，大象拿起了小白兔，擦屁股。第二天，大象出来吃饭，看到一旁路过的小松鼠，他又问小松鼠：“你掉毛吗？”小松鼠说：“我不掉毛啊。”于是，大象又一把拿起了小松鼠，擦嘴。这时候，小松鼠说：“你忘了吗？我就是昨天的小白兔啊！”哎呀，刚才吓到你了，叔叔给你道个歉。啊，叔叔没事。你是个很不错的女孩，只要是一般的女孩，早就被我吓跑了。其实呢，我之前已经来过一次了。哦，什么时候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就是我把你们的泡馍打翻的。是你？多亏了乔西，如果没有乔西的话，我跟乔西他现在也成不了。我跟你说，陈叔叔，该休息了。这是我未来的儿媳妇儿，我申请再多聊10分钟。10分钟？行，那就10分钟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欧阳来啊，你知道陈乔木为什么皮肤那么黑吗？小时候啊，掉进过粪坑里，哎呀，那叫一个臭啊，洗都洗不干净，到现在颜色还是黑的。你看我们俩，爸，你别说了，你又说我哥的糗事儿。叔叔，你这样说，女朋友都要被你说没了。
哎，乔木，你怎么跟王兰约的呀？我联系不上他。不可能啊，我约好了。哎，我打一个试试啊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任务完成了，走吧。完了！怎么了？我跟你哥约好去吃饭的，这下肯定赶不上了。没事儿。喂，乔木，是这样，我跟乔西聊着就错过时间了，对不起啊。啊，没事，刚好下午也有事儿，我就先吃上了。那你忙，咱俩下次约。好，下次我请你啊，我请你。那再见。哎，你哥该不会因为我放他鸽子就生气吧？肯定不会的呀，我哥可是大老板，怎么会这么小心呀？走吧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这次有了没逃过。喂，欧阳来是吗？对。我们是康养中心的工作人员，你的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啊？哦，我刚才有点事儿，所以关机了。什么都别说了，赶紧过来，你妈在抢救呢。我妈在抢救。李叔，往那边5米，我已经打好窝子了。您知道我要来啊？地方都帮我选好了。谁知道你要来？我只不过是给自己留条后路而已。那我这不是把你后路给占了？你运气好，而且聪明，知道能在这儿找着我。我喜欢聪明的人。还是这个地方好，有鱼路，肯定有大鱼。年轻人，话不要说得太满了。我钓了这么多年鱼，我怎么没看出来？李叔，您钓几米啊？钓底3米。3米？我看这个天气啊，钓2米就行。现在这个鱼啊，应该都在上层，要不您钓浮试试？乔木，我做生意不如意，钓鱼也可能不如意，但我就是不爱钓浮。我觉着钓底踏实。哎，那我钓浮。李叔，您那窝子帮我再撒2把呗。欧阳来，不会有事儿的，你别担心了。对，不会有事的。肯定没事儿，阿姨肯定没事儿。肯定没事。哎呦，李叔啊，秒切呀！我这2.0的子线，鱼不小啊，肯定不小啊，看来得换个更粗一点。还是浮钓，几米啊？2米。
运气好啊，年轻人。您那个饵料，您再帮我撒2码呗。我这鱼食当然好，我看这儿的鱼啊，就喜欢您这口。这里面有蜂蜜、麝香、青稞酒7、8种东西，这都是我的独家秘方。我经常想，以后我要是不干了，我就去开发一款鱼饵，说不定也行呢。我看您那半天也没动静，要不您在我这钓吧，我把线给您换好。不用了，你这儿上鱼了，我那儿也就快了。这鱼啊，都是一群一群的。情况就这么个情况，让病人啊先休息，等情况有所好转，就可以推回病房了。明天起来呀，就跟正常人一样，啊。谢谢您。好的，好的。那医生，用不用去大医院啊？大医院，哼，我告诉你，当时如果去大医院，肯定来不及。像这种老年人的病，你到哪个医院，结果呀都是一样的。医生，您别生气，他第一次来，不了解情况。不过欧阳来，你的运气啊是真好，就这套 ECMO， 也就是体外呼吸机，前2天啊才运到中心，昨天才调试好，今天这不用上了。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你呀别谢我，我觉得你更应该感谢那个捐助仪器的人。捐的，不是你们医院买的？嗨，买，你知道这一套设备多少钱吗？我们中心啊买不起。哦，那您知道是谁捐的吗？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呀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不过院长那儿好像有。我听说院长当时面向社会募捐300万换设备，结果第2天就有人捐了300万，好像是一个老太太替她儿子捐的。一个老太太替她儿子捐的？对啊，这个老太太说她儿子忙没时间，还说了什么挺奇怪的，说什么打麻将输了300万。哎呀，反正我也没听太懂。这样，我还有个会啊。嗯，谢谢。我妈，我哥。李叔，快帮忙！大鱼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好大的鱼啊，好久没见过了。是，李叔，您看这么大的水域，肯定有大鱼。我相信比刚才那条更大的还有很多。对，肯定有比这大的，但咱连刚才这条都没弄动，就别说更大的鱼了。鱼儿脱钩不一定是我们的原因，兴许还有其他的外部因素，也说不准。根据我对这儿的鱼情和天气的判断，还有您这独一无二的饵料，这绝对是无可代替的。一个败军之将，谈什么无法替代？李叔，胜败对您来说真的很重要吧？您是喜欢钓上鱼呢，还是喜欢钓鱼的这个过程？就算咱俩刚才把它拉上来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还是把它放生。对，鱼大了不好吃，而且费油。但是，我还是想能钓上来一条。那要是不放生的话，到最后这鱼算谁的？啊，哼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我哥可以啊，居然偷偷摸摸做了这么多小动作。真是你哥捐赠的？是啊，没想到吧？这个直男居然还有这一手，出事了。乔西，你得帮我一个忙。是吗？
我要向你哥表白。嗯。李叔，下次再一起钓鱼。下次还和我一起钓鱼？我刚才不是说了，无可替代。你不怕我釜底抽薪啊？这场仗啊，跟您打的虽然难了点儿，但是我明显感觉到我自己在成长，公司也在成长。如果李叔您下次还想再教我成长的话，我奉陪到底。我从来不在乎输赢，我只在乎过程。不过至少下次要等到李叔您伤养好了再战吧。英雄自古都是惜英雄的。乔木啊，我服了，心服口服。乔木，你厉害，我李由这辈子愿跟着你鞍前马后，把剩下的日子都交给麦集团。无可替代。无可替代。这个呢？欧阳来，你到底要什么样的告白啊？我给你准备了10几个，你一个都不满意，你是真的要把我榨干了呀？詹豪哥哥，你真体贴。怎么样，弄好了吗？我觉得都不够完美。詹豪哥哥，你放心，哪怕我今天晚上不睡觉了，我也一定保证完成任务。那你没有安排你任务吗？那我也必须要完成啊！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喜欢你，你暗恋欧阳来。那如果欧阳来名花有主了的话，那你不就顺理成章是我的了吗？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我就说说而已，我也是为了欧阳来好嘛，是吧，詹豪哥哥？哎呀，王陵，你说1000年前，人们在仰望天空的时候，跟咱俩现在看的是一样美吗？还真不一样。告诉你个小知识，在古时候啊，星空离地球更近，所以他们看到的星空比我们看到的更美。那他们当时在想什么呢？他们当时大概在想，1000年以后，人们看到的星空是不是跟我们看到的一样美呢？哇哦，循环，没错，就是循环。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吗？宇宙有循环的规律，人把时间这个概念创造出来，也是为了循环。你比方说，一天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一生，一生又一生，一世，一世又一世，直到百世。时间真的很神奇。是啊，时间是很神奇。我有时候就在想啊，如果有一天太阳没有从东边升起，也不会从西边落下，时间停止了，这人会不会就被卡在了时间里？那他要怎么才能出来？
你的意思是，会有人会被困在时间里？是啊，人眼睛能看到的东西实在太有限了。但你没看到的、没见过，也不能说它就一定不存在。你干嘛呢？你要作诗吗？你离我那么远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你快坐来喝酒吧，我就随便说一说。你看你，快过来喝酒。无语。我要郑重其事地告诉你，研究科学的尽头，就是寂寞且孤单。那就是长生不老呗。哪有什么长生不老，那都是人们瞎说的。再说了，如果真的有，咱们抛开一切，只说一样，就说爱情。啊，人要从相遇到相知，再到爱人的逝去，再循环，再到相遇相知，再到爱人的逝去。有多少人能承受得了这种痛苦呢？你好像活了1000年。没错，我就是活了1000年呢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你没有活1000年？行了，你又开始讲这套理论，我就跟你随便说说，你这跟我说出这么大堆，我一句都没听懂。哎，咱们说点实际的吧。行。欧阳来今天为什么没有来？明明你都跟我约好了。啊，我也挺奇怪的。那我都已经约好了，那欧阳来为什么没有来呢？嗯，那是不是不爱你呀？爱你啊？啊？欧阳来爱你？怎么可能爱我呢？哎，别！哎呀，他怎么能爱我呢？他爱你，爱你。戴个小眼镜。他爱你，爱你，爱你，他爱你，爱你。你劲儿太大了，下次你打我的时候稍微轻一点，我承受不起呀。你说，这个欧阳来是救我的那个小女孩，还是我穿行救下来的欧阳来？又或者说，他只是一个单纯的欧阳来？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刚才一口气好像说了3个时空里的3个欧阳来？3个时空啊？哪3个时空？哦，先是救你的欧阳来，紧接着是你救的欧阳来。第3个是约会没来的欧阳来，是不是3个？那意思也有3个我啊，还有至少3个我啊！我不是之前跟你说了吗？在平行时空的理论里，人只要每做一次决定，就会产生一个时空，那就是说明有无数个时空，也就是有无数个你、无数个我和无数个欧阳来。那为什么我只见过3个欧阳来？你庆幸吧，你见过3个欧阳来，我只见过1个你，也只见过1个我。我要是见过3个，就能证明我一直信仰的理论那是对的，我得有多高兴啊！我一直在想，我之前经历的那些事儿，它到底是梦境还是真实的？如果它是真实的，那我怎样做到来去自如的？难道我有超能力？你还灭霸呢？你超能力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只是一个学物理的，啊，毕竟这个特异功能这一块已经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了，你懂啊？我觉得欧阳来只有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就会穿行，又好像是说，只有我才能救欧阳来，又好像只有欧阳来能救我。那听你这么一说，那是《大话西游》啊！啊，一会儿妹妹救姐姐，一会儿姐姐救妹妹，是吧？他俩那是灯芯不一样，随时都能见。我们吧，我们只要一见面，就会有一个人离开。哦，那你这更厉害。相遇即是毁灭，深奥了。
干了。姑奶奶，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情景表白呀？万众瞩目。万众瞩目，那不如12月份卡塔尔世界杯怎么样呢？那倒也不用那么多人，而且我也等不了那么久。你也知道啊。于秘书说，明天晚上公司团建，后天放假，组织员工出去旅游。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大姐，公司团建，全公司团建，万众瞩目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明天晚上？对，明天晚上。明天晚上。明天晚上。王玲，你看，陈乔木，别在一个物理学家面前做如此幼稚的游戏，好吗？走了，不玩了，你走吧，我还要看会儿星星。行，伟大的科学家都是仰望星空成就的。哦，对了啊。明天我想在公司楼顶搞个团建，你没事过来吧？公司顶楼团建，我去合适吗？耍大牌呗。不是耍大牌，哎，欧阳来去合适啊？全是公司内部的，你叫他不太合适。合适啊！第一，你可以展现领导者的魅力；第二，你刚才不是一直在问我，哎，你在想什么吗？我其实就一直在想啊，无论是你救的欧阳来，还是救你的欧阳来，哎，还是约会没来的欧阳来，无论是哪一个都无所谓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他此时此刻是一个活生生在你面前的欧阳来嘛，对不对？他爱你，你爱他，这不就行了吗？你说呢？不要等到想爱了才发现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孺子可教。你才孺子。哎，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帮你去你的公司去布置现场，怎么样？那就辛苦王教授了。王教授不辛苦，愿意为您效劳，一定帮你把会场布置得完美，增加各种小科技，怎么样？完美。哎，如果要是成功了的话，舞台一气一点都不过分吧？对吧？三台，可以。你还好是研究科学的，你要是个生意人，一定很可怕。走了，早点休息啊。嗯，照顾好自己啊。哎。细数着时间流转起光年，一瞬间一瞬间忘却你的眉眼，跨过换日线，沿着岸边去林间去闪电，恍若昨日重现，困在虚语中，一眨眼天翻地覆，万物复苏，日积月重指引你又出现。